家都说闫妮儿靠微醺感出圈，但她最动人的是那种毫不做作的天然娇羞。演讲时，她自嘲跳舞、唱歌、画画都不行，边说边吐舌。然后画画呢，我妈说我浪费纸。台下张叶樱桃满眼姨母笑，有一回她只准备了一段感言，却连拿2座奖杯。黄渤、陶虹在台下笑得一脸宠溺，在满是精英感的中年女演员中，闫妮儿的走红格外意外。直播宣传电影，黄渤累得脸色发白，她却放飞自我冲上热搜。上综艺玩游戏，反应慢半拍，又凭迷糊可爱圈粉无数。王牌对王牌里，别人答完好几轮题，她还在回味早前的笑点，好不容易答对一题，这绝非剧本。生活中的闫妮儿比镜头前更娇俏，看黄晓明跳女团舞，她化身海豹跳着鼓掌。参加《不虚此行》首映礼，她一路小跑给导演献花，走路带风的模样和当年《武林外传》的佟湘玉如出一辙。她的迷糊事迹更是数不胜数，开车能和 GPS 吵架，自我介绍嘴瓢乱梗，听导演讲戏时把羽绒服搓得快起火，还找不到手机兜。高亚麟曾吐槽她开拍前怎么都记不住，导演一喊开机，立刻1秒入戏，一字不差。闫妮儿的魅力从来不是单纯的迷糊，而是生活里的天真笨拙与演戏时的极致认真形成的强烈反差。电影《最后的真相》中，她饰演底层按摩女金喜妹，与客人相互取暖，却因儿子伤爱人，甘愿顶罪沦为死刑犯。即便剧本有硬伤，闫妮儿依旧贡献影后级表演。有场戏是面对律师2次逼问，她用2段无声呼吸演进人物的绝望挣扎与隐忍。被捕捉前，她在街上放声大笑，笑容越晶莹，内心越剧痛。这一刻，闫妮儿的美自带电影感，她既能演透社会边缘人，也能驾驭权力场中的女性。罗曼蒂克消亡史里，她原本只是戏份极少的夫人身份，因一口地道上海腔调被导演升格成戏码关键的王妈。王妈表面是温婉管家，实则是黑帮老大的得力干将，上一秒操心饭菜，下一秒引荐杀手，轻声细语间藏着不动声色的狠戾。送100万钻戒的戏份，她将戒指贴身存放，一个细节就演出人物的谨慎与腔调。原本王妈被设定为乱枪打死，闫妮儿主动提议让角色先跌倒再中枪，最后坐在沙发上摘下钥匙，体面走完最后一程。她赋予角色悲剧感与尊严，连导演都称赞她演活了整个角色。而最让人难忘的还是她在《武林外传》里饰演的佟湘玉，一碗白粥就能让她满心欢喜，对着心上人满眼娇嗨，与同伴分别时强装坚强，转身却崩溃痛哭。那段时间，闫妮儿正经历离婚变故，白天演喜剧，夜晚失眠落泪。她在最痛苦的时候诠释了最鲜活的快乐，也懂得了大悲之后才有大喜。《武林外传》爆火后，闫妮儿的戏路并不顺遂，大荧幕上多是喜剧工具人或刻板女强人，小荧幕里常演配角，能挑大梁的也多是生活剧里的妈妈，但她从未敷衍。妆台里温柔隐忍的蔡素芬，少年派里强势焦虑的王胜男，每个角色都鲜活立体。凭借王胜男一角，她拿下白玉兰视后，成为国内第5位集齐飞天精英、白玉兰3大奖项的女演员。而在此之前，她已默默跑了10年龙套。当年3枪拍案惊奇，一场哭戏，张艺谋让她连拍17遍，每遍情绪都不同。导演感叹：“你早该火了。”她曾是大红灯笼高高挂，《霸王别姬》里无镜头的群演，在空政话剧团20多年，始终是龙套角色。即便演完佟湘玉回去，依旧要给领导倒茶。她一直不相信，觉得自己普通。其实闫妮儿在别人眼里很可爱，胡歌、唐晶都精心模仿过她的害羞姿态。工作，然后呢，他一笑呢，他就这样，就这样。闫妮儿是这样。那份可爱源于被家人好好爱着的底气，看似迷糊的她，实则是热爱文艺的思考者，痴迷经典电影，潜心钻研表演，从世界级演员身上摄取养分，用心打磨每一个角色。大家喜欢闫妮儿的微醺感，本质是喜欢她卸下功利心的真实。在浮躁的娱乐圈，她始终保持天真与赤诚，不慌不忙，稳步前行。她从不是靠运气走红的幸运儿，而是用10年龙套沉淀实力，凭真诚与热爱活成了最独特的风景。当一个人遵从内心，自在奔跑，全世界都会为他让路。